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诚意长安24计复仇15年，布局反噬痛失至亲结局。长安城东，细雪如针。谢怀安站在城楼高处，望着远处一袭白衣牵马而去的身影。风卷起他鬓边碎发，也吹动了他袖中紧攥的信笺，那上面写着对芦苇荡的图令。他没有追，只是轻轻合眼，任寒风吹过眼底。身后部下低声问：“真不告诉他？”他只答一句：“让他走干净。”声音平静，像在说别人的事。可当那抹白影彻底消失在城门外，他忽然踉跄一步，扶住墙砖，指尖在石缝间抠出血痕。这不是一场快意恩仇的清算，而是一段被15年隐忍压弯脊骨的苦旅。长安24计开播即登顶豆瓣实时热榜，诚意饰演的谢怀安以破碎感演技再度出圈。他布局如棋，6次复仇层层递进，借势、离间、诛心，每一计都精准刺向仇敌命门。然而真正击中观众的，不是权谋的精巧，而是那具藏在计谋背后的伤痕累累的肉身。他是复仇者，也是牺牲品，是布局人，也是棋子。他的故事之所以动人，正因为其挣扎折射出一个永恒命题：当正义必须以自我毁灭为代价，这条路还值得走吗？15年前，刘家满门被屠，年幼的谢怀安抱着妹妹白婉躲入枯井。他记得她哭着问：“哥哥，我们什么时候回家？”也记得自己为引开追兵，亲手将她推入人犯手中。那一刻，他失去的不只是家，更是做兄长的资格。此后15年，他改名换姓，潜心布局，只为让每一个加害者血债血偿。可每当他接近真相，亲情便成为最锋利的刀刃。他救下失散多年的妹妹，却不能相认。他唤他哥哥，他只能点头。他自责当年走失，他强笑安慰：“不是你的错。”可没人知道，他说这话时，指甲早已掐进掌心。他太苦了。剧中同伴叶铮曾这样评价，他们劝他坦白身份，认为真相比保护更重要。但谢怀安拒绝。在他看来，白婉的纯真是一种必须被守护的捷径。他宁愿自己背负谎言与罪孽，也不愿他再沾一丝血腥。于是他在市集中走他每日的路，在茶楼听他爱的笛曲，在雪夜默默注视他窗前灯火。这些无声的凝望，是他唯一能表达的温柔。而转身之后，他便写下一道道复仇指令，将那些曾欺辱过他的人，一个个送入地狱。这种前一秒是兄长，后一秒是阎罗的撕裂，构成了谢怀安最深的心理困境。他并非天生冷酷，恰恰是因为太重情，才不得不学会伪装无情。他对白婉的爱越深，对仇人的恨就越烈。可恨意一旦点燃，便不再受控。第5次复仇中，他假扮王嫖突袭严凤山，手段狠绝。那一刻，他不再是为家人讨公道的幸存者，而是一个被仇恨重塑的执行者。有观众指出，他的眼神变了，像换了一个人。连合作演员周琦也坦言，和他对戏时，能感觉到某种空，好像灵魂已经被复仇吃掉了。而命运的反讽在于，他越是精心布局，越落入更大的局中。当白婉身着白衣，被严凤山伪装成替死鬼推入伏击圈时，谢怀安的世界戛然崩塌。他眼睁睁看着乱箭射穿他的身体，冲过去接住他坠落的瞬间，那把曾象征希望的红伞随风飘远。他抱着他，在雪地里狂奔，嘶吼声撕破长空。可一切都晚了。他清算了一个又一个仇人，却没能护住最重要的人。更残酷的是，后续剧情揭示，
他的师父吴仲衡竟是潜伏30年的铁木王，而刘家灭门、严凤山上位，乃至今日白婉之死，皆是铁木人借刀杀人的连环局。他以为自己在复仇，实则一直在为仇人清账。我这一生到底在为谁而战？他在密室中喃喃自问。镜头缓缓推进，烛光映着他脸上纵横的泪痕，也映出墙上密密麻麻的线索图，那些他曾以为通向正义的路径，如今看来不过是一张巨大的网，而他自己是最早被网住的那只鹅。吴仲衡曾这样评价他：谢怀安聪明，但太信因果。他以为每一步都是自己在走，却不知每一步都在别人算中。这话出自反派之口，却道出某种悲剧性真相。在一个权力与谎言交织的系统里，个体的清醒与努力未必能换来救赎。他的复仇越是精密，越显出其孤独与无力。王劲松饰演的吴仲衡气场沉稳，与程毅对戏时，常以一句轻语击穿对方防线：你恨我，可你像我。师生反目的背后，是信念的彻底决裂，一个相信秩序可重塑，一个认定世界本无光。如今长安24计进入终局，谢怀安已知真相，却也失去所有。他是否还会继续复仇？若杀掉吴仲衡，他是否会成为下一个以仇恨养权谋的人？这些问题悬而未决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个角色之所以引发广泛共情，正因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爽剧英雄。他的高光不在胜局，而在失败时仍不肯闭眼的倔强；不在志技无双，而在明知结局可能徒劳，仍选择前行的悲壮。剧外，关于程毅表演的讨论仍在继续。有人认为他仍未完全驾驭谢怀安的复杂层次，尤其在与老戏骨对戏时，台词张力稍显不足。但也有观众坚持，正是这份不够，才让谢怀安显得真实。他本就不该是个完美的复仇者。红伞终将落尽，雪也会停。但那个站在城楼上的人，或许再也等不到想等的人。他用15年换一场清算，却换来更深的虚无。可如果重来一次，他是否还会选择这条路？答案或许藏在他最后一次抚摸那把红伞的动作里，轻却坚定。有些路明知是绝路，人还是会走，因为停下才是真正的死。